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4月13号，现在呢是欧洲的时间晚上11点啊。那么如果是亚洲的时间呢，现在应该已经是14号的白天了。本来呢我已经想睡觉了啊，想休息了，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些讨论，我实在忍不住啊，还是想录个视频瞎说几句啊，不吐不快。那么我之前呢，我的视频呢，我也说了啊，我说这个川普他这个关税加到50%以上以后呢，就是50%以上，对吧？就开始其实是一个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正经的事情了就可能是赌气的这种成分大一点，实际在操作意义上、操作层面上都不具备这个意义的啊。那么后来呢，中国也是对它就是进行了一个反制，也把关税加到了100%多并且呢表示后面就不会再进行回应了。本来呢这个周末应该是静悄悄的，我想美国那边呢最快应该也要到周三才会再给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吧因为我觉得稍微对经济学有一点这个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双方加100%多的关税是不太可能的，最后大家肯定会谈，对吧？那么周五呢美国这边呢发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对数码类的、科技类的反正就是什么像苹果手机什么芯片这类东西的就笔记本电脑出口美国呢，这个税收呢，就暂时的是进行豁免。那么本来呢，其实这应该是个好事情对吧？就不管对那个美国的消费者还是对中国的出口商，这真的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对吧？这个就表示大家还是会慢慢的有可能会缓和，进入到一个谈判的这个层面，是吧？但没想到呢我看到那个网上啊、那个一些简中圈的那个所谓的专家吧，对吧？就一片欢呼，然后呢都在那边说什么川普就是投降了川普这个怂了就表示好像川普害怕了，好像美国会输一样那么我过去呢，我的视频呢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就是从这个炒股对吧？从这个角度我是说就是美国这个关税战，中国它是能够扛得下来的因为中国人他能够吃苦对吧？但美国的老百姓未必能够这么吃苦，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从民生的角度如果从民生的角度来谈，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到关税战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川普拿出一块小黑板，跟全世界的国家说要进行这个对等关税。然后呢，其实有一批国家你像什么新加坡日本这些大部分吧，其实是不选择报复的，对吧？都像新加坡的那个黄俊川总理我还看了他的一个视频专访啊，就他还是表情非常凝重的说了一番话，并且呢，他说这个美国呢是跟他是贸易逆差的但他们还是向这个新加坡征税，但是呢，新加坡呢表示呢会去谈但不会去那个反制。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也有好几个就是国家是这样的一种反应，对吧？就是说接受了但是也会去继续谈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毕竟呢，就是之前我说这个炒股票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说他不可能能够双方就像那个双方打仗一样说向对方丢核弹，对吧？丢到这个世界毁灭了我说这个不可能，所以呢，这个股票不会崩会慢慢涨上来。但是实际到了这个民生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像新加坡像日本，这些都是在亚洲是高收入的国家
新加坡的这个人均收入应该跟美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高收入的国家，美国朝他加了10%，他还要去力争就为了民生去考虑，对吧？那你说这个像中国，它的这个人均收入其实跟新加坡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而且就是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失业率也很高更何况呢，你像这个今天我看了一个关于这个医疗行业的有医生、外科手术吧，还有这个一些那种慢性病的医生都在说他们也是发视频他们就说这个美国关税一旦要加100%，那么像医疗器械什么做手术的这种手术刀缝的针还有这种 X 光仪器还有什么慢性的一些什么高血压药血脂药这类东西的这些东西就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负担、巨大的压力那你想，中国一个14亿的人口，这么多人得病的人病人是很多的。那么你从这个方面来讲就真的这个事情，如果一旦是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其实对中国是不利的呀，是很不利的呀，对吧？更何况就是你像普遍的大家都知道，如果那个关税真的这样搞的话，那么出口就基本没办法搞了那很多沿海城市的经济本来还算好一点的城市，一些工厂什么的都会倒闭这个工人都会找不到工作，会严重的失业，对吧？所以我觉得站在国家的层面他去反制什么的，这个没有办法，对吧？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这种操作，但是我觉得作为普通人，作为就是这种什么专家什么的网红这种我觉得去就是鼓吹这种一味的对抗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太没有良心了这个也不是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应该去这么做的我觉得普通人应该更多的是宣扬和平，对吧？你像那个甲亢哥这次到中国去去玩吧不管人家是被邀请去的，还是自己要去的，对吧？就你从这个人身上，你就能看到人家是一个很阳光、很开朗、很友善表达就是中国的友善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像他这种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对吧？就他在中国的不管是在成都的吃火锅，还是坐高铁的说这个卫星的信号，还是就是有什么中医给他针灸还是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他其实挺害怕的但他不抗拒。还有一个人给他塞了一个鸭子吧给他吃他也是就吃了，对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一路上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找甲亢哥这样的来宣传也好，来这个旅行也好，其实真的还是很希望有很多游客来，对吧？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拉动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面、友善的一面，对吧？我觉得作为就是网络上的网红也好，还是所谓的专家也好一味的就是煽动这种民族情绪、民族对抗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你把大家的这种努力，把大家的这种心血都白费了，对吧？当然了，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川普引起来的他要去给大家加这个关税，对吗？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川普他如果是一个疯子的话，难道就是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疯子，也要跟一个疯子去打一仗吗？或者去打架吗？对吧？肯定不是的呀，肯定还是有更理智、更好、更优先的这种思维或者说选择吧，对吧？尤其是接下来的这几年，经济真的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你川普现在才刚刚上任才几个月，
接下来还有4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不要忘记了，在2023年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性的事件、恶性的这种刑事的案件，对吧？很多人报复社会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跟当时的经济的情况一些心态都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中国这2年真的也不容易就是从这个疫情停摆了，一直到现在，让很多人去旅游免签包括一直就是欢迎大家合作其实中国一直是在这几年是经济是逐渐的恢复的，虽然说跟疫情前的2、3年是没法比，但是其实还是一年一年的有所增长这个在数据上其实都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民间还是要释发更多的善意好吧，这个是我个人一些看法，随便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谢谢。